李沁放弃做闺门旦传人，转身进入娱乐圈，他都经历了啥？14年前，导演李少红借走了国家秘密培养的昆曲接班人后，再也没有还回来。2008年，《红楼梦》准备翻拍，剧组到各大艺术类学校挑选演员，只为找到贴合原著角色的扮演者。机缘巧合下，李沁被导演相中，可学校就是不放人。随后，李少红就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制片人李小婉，让他亲自去学校请李沁。但哪有这么容易？要知道，学校培养一个昆曲演员要花费10年的时间，况且李沁还是尖子生，被当作第5代杜丽娘传人培养。所以当李小婉向学校的领导表示要邀请李沁到剧组拍摄时，直接遭到了对方的拒绝。20年才出这么一个闺门旦，学校领导哪里舍得？遭到拒绝后，李小婉赶紧给导演打电话，寻思另觅他人。可是说完情况后，电话另一头的李少红半天没说话，过了很久才表示没有第2方案，也就是这个角色非李沁莫属。无奈之下，李小婉再次找到了学校领导，可还是遭到了拒绝。最后，李小婉另辟蹊径，直接去了李沁家乡，找到李沁的父母商量这件事情。本来父母也不想让女儿放弃学业去拍戏，但是架不住李小婉的百般劝说，态度从刚开始的拒绝转为支持。然后李小婉就带着李沁的家人直奔上海戏剧学院，再一次找到了校方领导。最后在软磨硬泡下，学校只好不情不愿地答应了。至此，李沁正式踏入娱乐圈，再也没有回头。但是李沁转行的这一举动常常不被大众理解，很多人觉得他这么做不地道，白白浪费了国家资源。其实，李沁在转行之前就已经将所有的问题都处理好了，而闺门旦那一年其实选了20人，只不过李沁是所有人选中调性最好的，所以在他离开的时候，老师才会再三挽留。坚持文化传承、默默奉献的人当然是最棒的，但是坚持追逐自己演戏梦想的人也没有错，毕竟每个人都有追求向往人生的权利。李沁不结婚，真的是因为杨洋吗？2008年，李沁和杨洋在合作《红楼梦》时相识，那个时候两人还都是娱乐圈的新人，在相处的过程中，渐渐成了彼此的初恋。两个人出去玩的时候，总是十指紧扣，勾肩搭背，就连看手机都是脸贴着脸，十分甜蜜。而且除了李沁外，杨洋再也没有和任何女性有过亲密照。之后，两人的合作越发频繁，经常在网络上互动。而杨洋在社交平台上第一个关注的女星也是李沁。当初李沁发文开玩笑的表示要找个朋友带回家过年，没想到杨洋立马吃醋的回复：为什么不带个男朋友回去？这波互动可以说是非常有爱了。可随着发展，两人的差距越来越大，也就渐行渐远。从那之后，李沁再没有和任何男星传出过绯闻。当时李沁不仅受到了感情上的打击，还被骗光了所有的积蓄。因为骗子告诉他是朋友，母亲生病需要钱，李沁就毫不犹豫地将钱汇了过去。等把钱打过去之后，才发现这个好友早就已经销声匿迹。李沁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。这些年来，所有的积蓄全部化为泡影，钱没了，李沁只能收拾心情重新出发。在这个时候，他接到了一个非常有难度的角色，就是《白鹿原》中的田小娥。之前电影版的田小娥是由张雨绮饰演的，妩媚又有风情，而李沁的形象更偏向于清丽，和田小娥的形象相差甚远。这样的跨度对李沁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。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整整8个月的时间，李沁都把自己泡在陕西蓝田的农村里，就连对演戏非常严谨的秦海璐都对他赞不绝口。电视剧播出后，那段李沁带着土吃野菜的片段
获得了观众们的认可，还提名了白玉兰最佳女配。这次挑战也让李沁意识到，只要戏份好，不必非要演主角。这是李沁最不愿回忆的一个片段。当时他和魏大勋参加了某档恋爱综艺，节目组为了制造话题，故意安排魏大勋教李沁游泳。因为害怕走光，李沁直接在泳衣的外面套了一个袍子。这波操作让魏大勋有些不满，李沁也只能用笑声来掩饰尴尬。没想到魏大勋竟然还直接上手，提着袍子问：“这衣服是连着的吗？”吓得李沁赶紧躲开了他的手。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，魏大勋还表示，那种似看见又看不见的是最性感的，节目组后期还给他贴了个流鼻血的特效。当时的李沁算是高开低走，一出道就参演了《红楼梦》，可是后面的一系列作品都不尽如人意，咖位也在不断下降，所以参加这样的综艺节目也不是他能选择的。人不出名，只能乖乖配合节目组的安排，而那件袍子是他最后的底线。这档节目结束后，李沁和魏大勋也很少同台。只不过后来人问起李沁最不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时，李沁表示自己最不喜欢抠的男生，不知道是有意为之还是巧合。毕竟魏大勋一直有个抠门的人设，可能那档恋爱综艺真的给李沁留下了阴影。好在如今的李沁凭借着实力证明了自己。2017年，李沁在《楚乔传》中饰演元淳公主，虽然是个女二号，但是这个角色颇有看头。燕洵大婚之日造反，元淳哭花妆容、披头散发的那一幕，不知道戳中了多少人的内心。李沁也塑造出了一个凌乱美人的名场面，而李沁原声台词视频的流出更是展现出了他扎实的基本功。虽然是配角，但还是为他换来了一身荣耀，也让他有了更多选择的权利。